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南半球岛国纽西兰有着优美纯净的自然环境，孕育出丰富的农牧产品。国家的财源高度仰赖第一级产业，但人均国民所得毛额 GNI 在2022年却高达49000美元。相比之下，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台日韩人均 GNI 却还落后给纽西兰。本期影片就要来看看纽西兰为何能成为高收入国家。纽西兰位于太平洋的西南部，国土面积大约27万平方公里，是台湾的 7.5 倍大，但人口却只有510万人。用人口密度来换算，台湾高达纽西兰的35倍。纽国少少的人口，却享有丰富的天然资源，境内有75%的土地属于山地与丘陵，北部有火山与温泉，南方则有冰河。复杂的地理环境让该国被誉为活生生的地形教室，每年带来庞大的观光人潮。此外，纽西兰的林业相当发达，有一半的国土用来发展畜牧业。摊开全球贸易统计，纽西兰是世界最大的乳品与羊肉出口国，以及第4大的羊毛产地。简单来说，丰富的资源搭配稀少的人口，奠定纽国高收入的基础。而且这个国家的产业还有几个相当特殊的地方。从 GDP 组成来看，纽西兰全国70%的产值来自于服务业，2%来自工业，农业比重占不到1%。从产业结构能明显看出，这里属于已开发国家等级，但同时纽国又能靠农牧产品赚进大把外汇。根据官方在2023年12月发布的统计资料，当年度农林渔牧业的出口值占整体货值比重高达80%，其中最具优势的产品就是前面提到的乳制品，出口占比将近全体农牧产品的一半，大多卖到中国、澳洲与印尼。其次则是肉类与羊毛，前3大买家分别为中美与欧盟。值得一提的还有水果相关产品，纽西兰是全球最大的奇异果出口国。成熟的经济结构搭配农牧的优势，让纽西兰的人均 GDP 在本世纪呈现成长趋势。接着要进一步来看纽西兰人的薪资与生活成本。我们先从最基本的通膨率与利率来看，纽西兰是全球第一个制定通膨率目标的国家，区域范围在0到 2%， 这也成为当前各国通膨警戒线的参考标准。至于纽国本地的通膨情况，从2000年到2021年，通膨率大多在0到 5% 之间波动，直到后疫情时代，全球遭遇通膨浪潮，纽西兰的通膨率才一度飙升到 7% 的峰值。预估在2024年，该国的物价指数年增率将下降到 3% 左右，相对应的基准利率则在2008年金融海啸过后下滑到 2% 上下，直到2021年升息，才逐渐调高到2023年底的 5.5%。虽然多年来通膨率与利率上升稳定，但纽西兰政府近年为了因应物价上涨，调升基本工资。当前的最低时薪为22纽元，换算成月薪大约3600纽元，是台湾基本薪资的 2.5 倍。至于该国薪资中位数，官方资料显示每个月为5000纽元，大约是台湾的2倍。然而，纽西兰的薪资水准看似不错，生活成本却不算便宜。纽西兰的房价大约从2020年开始上扬，直到升息才转跌，但依旧相当昂贵。截至2023年12月，该国平均房价为90万纽元，想要在大城市奥克兰买房，平均要花费129万纽元。假如是在当地租屋，月租金平均也要2500纽元。我们再从物价来看，纽西兰的人均购买力评价略低于欧盟与经合组织，而且明显落后给邻近的澳洲。随着纽西兰近年物价上涨，这也导致从纽西兰前往澳洲的人数出现上升的趋势。整体来说，纽西兰的收入水准在国际上并不差，但如果跟房价物价成本相比，不算太宽裕。不过当地还有良好的生活环境，联合国2023年公布的国民幸福指数也显示，纽西兰高居世界前10。而这也带到下一个问题，这个国家是如何长成当前的面貌？纵观世界各地，也存在其他农牧大国或是人口较少的国家，但并非每个国家都能像纽西兰一样成为高所得的已开发经济体。纽西兰的成功主要能归功于2个层面。首先是历史因素，时间拉回19世纪，当时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，纽西兰则是英国的殖民地之一，殖民者在当地开挖金矿、蓄养绵羊，并新建各种基础建设，像是公路、港口与工厂，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。往后大约100年内，纽西兰凭借丰富的天然资源以及跟英国之间的贸易保障，快速累积财富。到了20世纪中期，纽西兰已形成当前的贸易结构，出口货物有90%都是农牧产品。历史资料更记载，2战以后的纽西兰由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，国民平均所得暴增到世界第3。
然而纽国的经济不久后却发生巨变。1973年，英国宣布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，取消与纽西兰之间的贸易协定，纽西兰一下子失去了主要的出口市场，加上大宗商品价格回落，到了1978年，纽西兰的国民平均所得就跌出全球20名以外。此后，纽西兰政府为了挽救颓势，大力推动能源产业，但问题在于能源价格容易被国际局势牵动，而且大型建设会拉高政府债务，结果纽西兰出现严重的通膨危机。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，该国的实质购买力下滑超过30%，沦为经合组织之中的弱国。不过纽西兰不像阿根廷与菲律宾，在经济崩盘后一蹶不振，反而迎来近代最重要的改革阶段。1984年，纽西兰的财政部长罗杰·道格拉斯推出罗杰经济学的计划，简单来说就是遵循自由市场的理念，像是减少对利率、薪资与物价的控制，取消对特定行业的补贴，以及公营部门企业化。当年这套激进的改革政策导致纽西兰失业率上升，股市也跟着崩盘，但即使执政方改朝换代，纽西兰政府仍旧走在改革的路上。有研究指出，这趟长达10多年的革新之路，让纽西兰的政府负债从1991年占 GDP 的50%降低到1998年的2%，通膨率从1980年代的1%多下滑到90年代的2%。更重要的是，放宽商业管制，让纽西兰成功搭上全球化的列车，这也带到纽国第二个成功因素——农牧产业的国际化。我们前面提到，纽西兰在1984年推动经济改革，其中一项就是减少产业补贴，受冲击最大的则是第一级产业，但同时政府并没有忽视农牧业发展。以乳制品行业为例，在改革之前，纽西兰有许多小型的乳品工厂，为了整合外销力道，政府成立乳品出口制造管控委员会，提高运输与冷藏技术，更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全球最大的乳品行销网络。之后，乳品产业回归私有化，企业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整并，最终催生出世界等级的乳品巨头恒天然集团。当前这家公司是纽西兰最大的企业，占据全球30%的乳制品出口量，同时也是全球第6大的乳制品公司，被学界认为是国家与酪农结合，成功打入国际贸易的经典案例。总结来说，纽西兰当前的发展有先天以及后天的因素，资源丰富加上人口稀少，堆积出较高的人均所得，殖民时代开启的贸易、基建与政治架构，让该国很快就挤进先进国的行列。虽然一度遭遇挫折，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，在减少补贴的同时，成功扶植出国家级的农牧企业，让纽西兰再次找到发展的引擎。时至今日，纽西兰为了避免高度仰赖初级产业，积极投入资通、生医与创意领域。未来这一切会如何发展，就让我们继续观察。好了，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